来到抖包袱大会。抖啥？抖包袱啥意思？包袱既指古代人装东西的食物包袱，也指时刻以完美标准要求自己的偶像包袱。在这里，包袱指的是相声中的笑料。哦，那谁来抖包袱呢？新生代相声演员们齐聚一堂，抖开包袱，拿出自己的独门秘籍，用新作品展露才华。才华这咱有吗？看看咱这些端庄沉稳、霸气侧漏、聪慧睿智、才高八斗、天真可爱、大智若愚、相亲相爱、互帮互助的演员们。您这有一个词儿是准的吗？为了博得观众一笑，他们各怀鬼胎不，各显神通。哎，就说报菜名，原来我是一只闹，哭中带笑，笑中带悲，想死我吧！过去来讲，好的、值得保留的笑料才放在包袱里，我们将来抖出去才是好的东西。通过抖包袱大会，能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相声。抖包袱大会对于现在的喜剧市场树立了一个标杆的意义。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，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理解并且爱上这门艺术。我们看到的这些演员都是新演员，他们在这条路上其实会很难走，他们会有很多不足。那也请您各位给他们机会，也请您各位多包容他们，他们会更进步，将来他们就是比较成功的相声演员。现场观众和5位相声指导老师每人手持一张节目单和一个包袱印章，喜爱哪个作品就为其盖章。超过80%观众盖章的作品将可以完整播出。那没超过呢？感谢参与，下次再来。嗨，回去继续打磨作品呗。您瞧瞧，还是得作品够好。咱第1场相声展演已经结束了，一起看看到底谁的包抖得最响吧。一起来看看吧。哎，这不有点意思哎？这么亮啊！哎呦，抖包袱大会有意思。我是来，行，好玩好玩。哎呦嘿，哇，什么呀？这么大吗？这块儿？我的天啊，好大呀！来，握手，这我兄弟，咱们坐吧。等会儿还有朋友呢，应该来了。辛苦哥哥们！哎呦，辛苦了。这人脑袋怎么那么大呀？大头就是我。哦，大头儿子。对，我小头爸爸就是我。嗨，你要是台上头再小点会更好。这我控制不了，我告诉你。让人弄个特效什么的，是吧？就咱们6个人吗？还有2场呢。哎呦，西生虎。来，坐，上座。别，我们就这儿，往这儿坐呀。往这儿站是吧？往这儿坐呀。嗨。哎，你中间坐谁呀？底角啊。行，留给底角。这样，哎，一会儿王阳他们来了，咱们就站起来，所有人站起来。对，咱的底，那是咱的底。对，有仪式一点。等会儿。
哎呦，哎呦，辛苦辛苦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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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快，来来来，快！哎，你走得了吗你？坐！哎呦！哎，耽误镜头了，这何德何能啊！哎呀，可不敢做呀，可不能做呀！哎呀，诚惶诚恐。欢迎大家来到抖包袱大会，各位刚刚已经完成了展演，在今天的演出现场，共有92位观众。获得80%以上的观众喜爱度，才能播放作品，如未达到则无法完整播出作品。各位的成绩封存在了5个包袱中，请大家逐一揭晓。请樊孝堂、张肖帅抽取包袱。我们来了啊！就这个怎么样？好，可以，我来看一看啊。哦，朋友们，哟，暗藏玄机，好紧张。在本场相声展演中，共有92名观众，他们获得了79位的观众喜爱。哎呦，喜爱度为85%，他们的作品可以完整播出。恭喜王阳、赵鹏那咱们就一起看看他们的表现吧，好不好？好，看表现。好。我是青年相声演员王阳。2017年的时候，我才开始学习，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我是青年相声演员赵鹏，我是从剧场的服务员干起的，工作的时候没事能听听活之类的。他有点东北大男孩，有点一根筋。他要做一个事情，他有一股轴劲儿。在我心里的王阳，他是属于我的一位小角。我喜欢这种倾听他演出、倾听他说话的这种感觉。目标就是努力，我就想通过这个节目去见证一下自己的成长，跟老师们去学习一些东西，改掉老师说到不好的毛病。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小习惯和小特点嘛，其实是好的，证明我们在这个工作上认真且努力着。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作品哈哈一乐，哪怕只是1分钟或者几秒钟的环节，就是也够了。就是希望大家能开心一点，放松一点。谢谢大伙儿这么热情的掌声，谢谢大伙儿热情的掌声，谢谢大伙儿，太热情了，多好啊！今天来的各位都是爱听相声的，对，一门比较传统的语言艺术，没错。我们的工作就是发现生活中的笑料，把这些素材加以整理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拿到舞台上演出。那就是没整理。怎么没整理啊？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哦，他说这个对啊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对，但是相声里有一些手法不建议过多使用，是吗？使用多了就会让人觉得有点糟粕。您举个例子。传统相声反七口其实没有什么意思。怎么了？无非就是上台之后两个人逗哏的冲着捧哏的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。这种节目你可以拿来学习，不值得推广。对。还有一个作品，什么？下象棋。有，也是没说几句话，逗哏冲人捧哏的。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。这说出来你真的就高兴吗？我看你挺高兴的。我不高兴啊，我就是抨击这种行为。还有一个作品，什么？更传统了，叫树莓叶啊。对，也是没说几句话，逗哏冲捧哏的。我是你祖宗。我也不喜欢这类作品，没有意思。我举例子，你插什么话啊？
占便宜你很高兴是吗？我还行。客气。什么倒霉模样啊！逐渐形成相声演员不良的职业病。职业病听不了2个字，哪2个字？爸爸。哎，都是说相声的哈。我不管他们啊，你怎么回事？不好意思，下意识反应。你看他下意识就去抄便宜啊，所以说相声演员要收敛一下自己的职业病。而且不光说相声的啊，其他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业特色和职业习惯。其他行业也有吗？有，互联网职业病。互联网，你要遇上那资深的互联网打工人，他一张嘴，这些习惯全都带出来。哦，就都在话里头。前些日子演出结束，我一出剧场门口，一位朋友把我拦住了。哦，哎，王阳是吧？啊，我是你的 Case 下游用户。下游用户就是观众啊。前些日子刚跟剧场签了年框，我呢年框就他买了年票。哈哈，对于您刚才的那个作品反七口，浏览了之后有点不成熟的小建议。哎，这是好事儿，我尽量用通俗的话术跟你沟通。我觉得这个作品的底层逻辑没有对标颠覆式创新，点线面的颗粒感无法让用户的感知产生快速响应。他说的什么呀？这是就说我本子不行。这不传统相声吗？我们做一个精细化的拆解，把关键路径做一个归因分析。首先，这个作品的打法以及布局没有站在上风口赛道，缺乏引爆点。引爆点放在这儿就是包袱。你说包袱啊？引爆点发力没能直穿用户心智，完成预期赋能价值转化。这有什么意思？说包袱没响。哎呀，体感不好，缺乏兼容。用我是你爸爸的量化矩阵形成串联梳理逻辑，从流程到维度，从抓手到支撑，过于的单一。你说怎么办？这个作品，它应该采用复用打法，注重表演和文本的协同，聚焦用户画像，重新定义用户水位和引爆点的阈值。爸爸、大爷、爷爷形成分层联动，打出一套结构化的组合拳，完成势能累积，共建超便宜的全方位结果导向。听懂？掌声。好。这一嘴互联网黑话呀，其实归根结底，他就一句话：什么呀？我是你爸爸，他没听够啊。他让我把大爷和爷爷也加上啊。咱刚才说的这个都是说话有职业习惯的，对，其他行业也有特色，比如我前女友，她干什么的？她是练柔道的。哦，各位，千万不要从背后抱住她。怎么呢？这个位置对人家来讲叫送人头啊。生活里我也不敢惹他，但是我嘴欠，我是能动嘴尽量不动手。说相声都这样，人家不是，他呢能动手尽量不动嘴。他就用他的职业病治好了我的职业病。嗨，而且医疗行业的朋友也有特点啊。我现女友，您等会儿，我想知道练柔道这位您是怎么分的手？哼，摔累了他就同意了。哎，摔打出来的演员呢？对呀。您现女友干什么呢？护士啊！哎，在茫茫人海中，她就看上我了。怎么看上你了？我血管好找，扎着方便。她也有职业病。她什么习惯呢？有一次他们单位聚餐，我去参加，差点没疯了。这又怎么了？各位都吃过小龙虾吧？小龙虾都得戴手套。对，他们那手套只要一戴上，手准保这么放着。哎，憋着给谁做手术呢？而且他们吃饭给我累够呛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所有人都坐着啊，冲着我，刀，哎，叉子，哎，筷子，啊，擦汗，哎，我就说做手术吧。上菜更要命，上菜怎么了？这桌上炒肝尖上来，他跟你聊肝硬化，啊。牛肚上来，他跟你说胃溃疡。哎呀，鸡心上来，他说心肌炎。呵，那猪脑一上，这，往哪儿比划呢？就那盘烤羊腰上来，什么都没说，端隔壁桌去了。怎么端那边去了？说需要泌尿科的同志会诊。嗨，所以说各行各业的职业病千奇百怪。要我说啊，这个医生有职业病，有情可原。怎么呢？他太专注于自己救死扶伤的工作，神经啊绷得太紧了，比较辛苦。哎，业余时间找点轻松的爱好缓解一下。什么爱好轻松啊？
说着相声，看相声都不行，还得说相声。看相声没说相声有意思。不对，我问你，谁说相声？医生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怎么不行啊？回头跟说相声的学，爱开玩笑带到工作里，那不闹笑话了吗？您别这么古板啊！您多聊聊天，保不齐病人也高兴。我不跟你抬杠啊，咱表演一回。怎么表演？我来一个有资深说相声习惯的医生，我呢来个死尸。哎，来个，别来一死尸，我来一活着。你说怎么演？您来医生，我来看病，没问题啊。咱给大家表演一下。好。这屋，医生看病。哎呦，哎呀，医生身段还不错。主治医生王阳做科瞧病。哦，这就开始了。医生啊，不要叫我医生啊，我就是医学界的一名小学生。这会儿别客气呀，小学生谁敢让你看呢？来看病啊！哎，看病，想往好了看，想往重了看，想往好了看呢。那咱好好聊聊，聊聊。因为我们中医讲究4门功课啊，望、闻、问、切。不是一种。首先，咱们说这个望。望就是观察病人的发育情况，我看看他的舌苔以及表情。来，我笑，嘿嘿，哭，嘿嘿嘿，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大哭，哭中带笑，笑中带悲，想死我吧！不是，这是望，然后是闻。闻就是通过医生这个嗅觉去感知病人，还是我闻闻他有没有口臭，有没有腋臭。你哪有病？我来闻一闻。我脚气。拿我玩笑了？您跟我玩笑半天了。最后是问，我问就是询问病人的过往病史啊，甭管你是有大病、有小病、有心病、有肾病、有肺病、有痨病、有眼病、有耳病，到我这儿我通通给你治成啊。精神病，咱俩谁有病啊？啊，我就想好好看看病，好好看个病啊。那咱就得借助工具了。中医它还有工具，来，张嘴，出来。什么呀？这是压舌板。您这不快板吗？你甭管什么板，咱们打板就瞧啊。哎，这个要说病，咱们就说病。这个我来看看你的病，大夫。嚯，怎么了？这是你这个病可真不轻啊！这位朋友，你仔细听，你这个病可不好治，他的目病情是大事。我什么病啊？要想知道你的病，咱们下回挂号说分明。去你的！我觉得出乎我们俩的预期。其实上台之前啊，都比较紧张。你紧张不紧张？紧张啊，特别紧张。其实能这样，我们俩很知足，就觉得肯定有不足的地方，但以后再多加改正。很谢谢我搭档，谢谢。哎，这个活应该说其实挺难为王阳的，尤其中间的互联网的那一部分的时候，他实际上对于这个领域其实挺陌生的。但是呢，两个人非常的用心，并且在表演过程当中完成度，我觉得也挺满意的。他俩确实进步挺大的，而且他们俩特别有灵气儿，就感觉赵鹏这个人挺有悟性的，就感觉跟顿悟了似的。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有4个字的评语，叫针砭时弊，就是它反映的是社会现实，那这是我们相声的作用。那么我建议所有的这个年轻人想来学相声的，其实是一个好事。那我们愿意把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些宝库当中的瑰宝，这个发展下来、传承下来、继承下来。请郭浩远、宋东泽抽取包袱。哦，欢迎欢迎欢迎！这个怎么样？谁？在本场相声展演中，共有92名观众，他们获得了40位观众的喜爱，喜爱度为43%。谁呀？哪2位呢？很遗憾，
郭浩远、宋东泽的作品不能完整播出，请继续打磨你们的作品，早日让更多人看到你们的精彩表现。我们俩站在一块儿呢，您大伙儿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一部动画片儿。什么动画片？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对不对？老公，你看你年轻那会儿在舞台上英姿飒爽的，现在不行了，老了。我这个抖音号可就传给你了，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了。确实是现场的效果非常不好，他自己把握的尺寸分寸不太好。我有点对自己失望。中间那段叙述，我可能还是表演的有点问题。总结来说，就是演出经验不足，对这个活的理解还不是说吃的特别透，然后紧张。还是稚嫩。在咱们抖包袱大会的成长的历程当中，两个人还是有一段漫长的相声路要走，但是我觉得他们俩一定还能走得更好。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，继续努力吧，跟这些哥哥们继续学习。但现在你们还需要完成一个技能试炼项目，过目不忘，来展示一下你们的基本功。过目不忘游戏规则：白板上50个词语包含了7个传统贯口包菜名，参与者一人找词，一人通过石头剪刀布赢取更多时间，找出全部词语则获胜。全场成员可获得奶茶1杯。来吧，开始吧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5秒。石头剪刀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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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秒。看呐，看呐，看够了。石头剪刀布，5秒，布，5秒，布，5秒。一共有几个来着？你随便写吧。不是，汉堡包是一道。我给背着啊。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晾肉啊，好像有，我记得。锅烧鲤鱼、清蒸甲鱼、抓炒鲤鱼、抓炒对虾、软炸里脊、软炸里脊。5、4，完了。3、2，等会儿，你怎么上那会儿去了？时间到。蒸羊羔、晾肉、软炸里脊、烩三丝。不是，俩人巴巴跟那背半天，写一烩三丝。郎老师给背一个怎么样？对，我试试。我给您背一个，您听。你能完整背出来，全员就可以获得奶茶。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儿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。卤猪、卤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、什锦酥盘、熏鸡白肚、清蒸八宝猪、江米让鸭子、罐野鸡罐、鹌鹑卤、什件卤子鹅、山鸡、兔脯、菜蟒、银鱼、清蒸哈什马、烩腰丝、烩鸭腰、烩鸭条、清拌鸭丝、黄心管、焖白鳝、焖黄鳝、豆豉鲶鱼、锅烧鲤鱼、锅烧鲶鱼、清蒸甲鱼、抓炒鲤鱼、抓炒对虾、软炸里脊、软炸鸡、什锦套肠、麻酥油卷、卤煮寒烟、溜鲜蘑、溜鱼腐、溜鱼肚、溜鱼骨、溜鱼片、醋溜肉片、烩三鲜、烩白馍、烩全丁、烩鸽子蛋、炒虾仁、烩虾仁、烩腰花、烩海参、炒蹄筋、锅烧海参、锅烧白菜、炸翅、炒田鸡、烩花柿子、清蒸柿子、炒飞禽、炸什件、清蒸姜瑶柱、糖溜、芡实米，还有拌鸡丝儿、拌肚丝儿、什锦豆腐、什锦丁、糟鸭、糟蟹、糟鱼、糟溜鱼片、溜蟹肉、炒蟹肉、清拌蟹肉、蒸南瓜、让倭瓜、炒丝瓜、让冬瓜、焖鸡掌、焖鸭掌、焖笋、烩茭白、茄干晒卤肉、鸭羹、蟹肉羹、三鲜、木须汤，还有红丸子、白丸子、溜丸子、炸丸子、南煎丸子、木须丸子、三鲜丸子、四喜丸子、鲜虾丸子、鱼腐丸子、鸽子丸子、豆腐丸子、汆丸子、一品肉、樱桃肉、马牙肉、红焖肉、黄焖肉、坛子肉、烀肉、扣肉、松肉、灌肉、烧肉、烤肉、大肉、白肉、酱豆腐肉、红肘子、白肘子、水晶肘子、蜜了肘子、酱豆腐肘子、趴肘子、炖羊肉、烧羊肉、烤羊肉、煨羊肉、涮羊肉、五香羊肉、爆羊肉、汆三样、爆三样、烩银丝、烩散丹、油白杂碎、三鲜鱼翅、栗子鸡、煎川活鲤鱼、板鸭、筒子鸡、烩长鳍肚、烩南脐、盐水肘花、锅烧猪蹄、拌瓤子、炖吊子、烧干尖、烧连蹄、烧肥肠、烧宝盖、烧心、烧肺、油炸肺、酱窝丁、龙须菜、拌海蜇、玉兰片、糖溜鸽子、糖腌芥莲子、拔丝山药、拔丝肉、塔门鱼、八带鱼、黄花鱼、海鲫鱼、石鱼、桂鱼、趴海参、趴燕窝、趴鸡腿、趴鸡块、趴鱼、趴肉、趴面筋、趴三样、红肉锅子、白肉锅子、什锦锅子、一品锅子、菊花锅子，还有杂烩锅子。喝奶茶，喝奶茶，喝奶茶！哎，对，真有奶茶，谢谢。抖包袱大会制作，谁也没跟我商量让我背一个啊，这不是考验您的基本功吗？来为抖包大会干杯！干杯！郝田像你一样，像我一样。郝田像我一样。
请王阳、赵鹏抽取包袱。这个金包袱啊，各位！在本场相声展演中，共有92名观众，他们获得了81位观众的喜欢，喜爱程度为88%。他们的作品可以完整播出，让我们恭喜樊潇堂、张潇帅。那就让大家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吧！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张潇帅，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樊潇堂。我接触这行，我就觉得踏实干，到现在一直是兢兢业业。我是从小听相声，喜欢相声，就是一个字，真是爱。我必须得说相声，因为我们俩吧，属于是活泼的一对儿。哎，我台上嘛，就是比较又帅又乖又可爱，他呢就是沉着冷静，然后呢会有一些自己坏的东西。你努力的一个点，你要对得起每一场自己写的作品，编剧老师写的作品，每一场你去台上说的相声。你要说这个地儿走到最后吧，你也不能忘了在小剧场说相声的感觉，因为录制跟现场它不一样。我觉得都是学习的好机会。对，我觉得我们俩一直是在共同跑步的状态。对，我们俩从一起搭一起说相声，这个台阶永远是向上的。我希望大家伙不是记住我樊潇堂一个人，是樊潇堂、张潇帅2个人说相声，真棒。大家真的很热情啊！哎，这场把你换上来了啊，到我表演了。今天我专门冲你来的。冲我干嘛来呀？给你解脱来的。要给我弄死？弄死你干嘛？不过完年了吗？这，我问问你，什么叫解脱呀？我专门找你帮助你的。不是你帮助我干什么？给你圆梦来的。圆梦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我是一个圆梦师。圆梦师？对，不是怎么是？你是干嘛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，甭管这个梦想多不靠谱，我都能给他实现了。嚯，这么厉害！我了解你，一直羡慕别人有拍电影的机会。哦，还真是。想当一个影视演员？那是啊。我给你这个机会，你给我，我带你拍电影。跟我走吧。可以了，明白了，不录了，走吧。你回来。我知道你那意思了。这种人，各位我见的太多了。上来就跟我说，我是导演，我能带你出名，我能带你挣钱，我能让你成大腕儿。你这叫成功学。来，听懂掌声。干嘛呀？咱俩谁成功学呀？你不就这玩意儿吗？会的真多，还在。我跟你说的那帮人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我不是导演。你不是导演，你能给我承诺什么呀？我能圆梦啊！不，圆梦搁一边，你承诺我什么？我一不承诺你出名，二不承诺你挣钱。那你什么都不承诺，纯骗。我哪骗你了？你可不刚才说了吗？哦，我没承诺你出名，没承诺你挣钱，就算我骗你？那不算。对呀。我只是能帮你实现拍电影的梦想。哎，我哪儿对不起你了？那要这么说，你是比别人强是吧？不相信我啊？没有，当着各位，你拿我当骗子？什么嘴呀？哎，这样，我跟您道个歉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确实误会您了。您说这拍电影，我一直想拍，没机会吗？我给你这机会啊！咱们今天在这儿就可以拍电影。怎么拍呀？咱拍什么呀？咱们拍一部三国主题的大型电影。三国我喜欢，喜欢吗？这我喜欢。三国里边喜欢哪个人物？那刘备、刘玄德，那仁德之君呀，各位。刘备，哎，你现在就是刘备啊？我，你刘备，我刘备了。你刘备，哎，我刘备啊！哎。来，下来，
干嘛呀？要上房顶啊？是怎么着啊？你我这刘备了，我还没说拍哪段呢呀？拍哪段？咱们拍刘备呀。哎，在我知道拍哪段，东吴赴宴。东吴赴宴，就那个4的美人站我身后，我这手拿雪茄，这手拿酒杯，说那句今儿奏乐，接着舞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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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征战这么多年，就不能欢乐一下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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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了，他们不爱鼓掌，别催了，没用。还在这噔噔噔噔噔，人家开心就完了，干嘛还要鼓掌呢？我是说咱拍这段有意思呀，还在这美呢。怎么了？要拍你这个，还能树立正面形象吗？不是，那怎么树立啊？咱得拍好的剧情啊。拍什么呀？咱们拍刘备摔孩子的片段。行，那您说剧情吧，给你讲一讲剧情。嗯，刘备刘玄德正在营帐休息。此时有探子来报，报赵将军已到营门之外。这时候刘备慌忙起身，穿好衣服，说一句：“快快有请。”赵云、赵子龙进帐之后，将少主送于刘备怀中。刘备接过孩子，满心欢喜呀。但是转念一想，赵将军为了我在曹营杀了个7进7出，险些命丧当场啊。刘备还怀着悲伤、愤怒、无奈的心情，说出一句：“说什么？你这逆子，为你险些伤我一员大将，要你何用？”把孩子往边上一扔，这多好啊！这经典桥段啊，咱就拍这个片段啊，那可以啊，可以吗？拍您这也行。咱把桌子搭一下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你先搭了，我告诉你。这有什么作用吗？这就好比是你的营帐。这就是营帐，这就是营帐了。我把手绢往地上这么一搭，哎，这干嘛呀？睡觉的地儿。我这么大一刘备，我睡手绢上，我不能真给你搬一个床过来吧？那你演出时候有没有？就拍电影时候有吗？拍电影肯定有真的，那就行，那作比成样。行，那我就到时候我睡这儿。对，探子一报事儿，一报事你就慌忙起身，把衣服穿上，啊，一定要演出紧张感啊！紧张感啊！你在这个帐，我在帐篷，等会儿，就看这美着呢的。不是这什么玩意儿？你脱我衣服干嘛呀？睡觉啊！不是睡觉，你也别脱我衣服呀！谁家穿着衣服睡呀？那我现在就脱啊？对呀，现在脱呀。那我都那我可脱了啊！哎呀，你脱，你等会儿，你别动手，你老动手！哎，我帮你脱，我不用你吧？不是，我脱的很快。哎，你别管，我自己来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小弟，你看我这是脱完衣服，把衣服放在你的床头就行了。导演，我去撂下，不是，您看，哎，撂下。你刘备，你挡什么呀？不是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双眼睛，我这害羞。你还知道害羞呢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这都不是观众了。再说他们也没买票，你怕什么呀？没买票，我更怕了。他们不是观众了，不是，那是什么呀？都是摄像机，这不对不对？这就是片场，这一位一位都是镜头了，是吧？都是镜头了，没人了，都是拍你的。那没人，我今儿怎么了？点到为止。行，那我现在怎么着？躺吧。我就躺这儿了。躺吧。我好吧，我就来这个探子，我给你报事，好吗？不是干嘛呀，导演？你们家刘备这么睡啊？不是，我随便。你是主公哦，威严一点的躺下呀，威严一点，好，别出洋相啊。哦，威严一点。各位，我刘备了啊！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美人
报告主公，赵将军离营门还有5里之地，请主公稍事安歇。再探，得令。报告主公，赵将军离营门还有3里之地，请主公稍事安歇。再探，得令。报告主公，赵将军离营门还有10来米，请主公稍事安歇。我歇个屁呀！我这半天，您各位给评评理，我半天穿了脱，脱了穿的，我新兵训练来了，是不是？不要着急，注意镜头在这儿啊！我新兵训练来了，是不是？什么玩意儿啊？咱这是？我让你演出荒茫感，我太荒茫了。咱直接来行不行？直接来啊！对了，来，其实我也挺荒茫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报告主公，赵将军已到营门之外。啊！快有请。得令。主公啊，主公，子龙，主公，子龙，主公，子龙啊！少主已然救回。我来去，嗨，这是，哎呀，主公啊，这孩子长得跟你真像啊。还是更像他妈一点儿。难道说他长得跟你不像吗？难道你觉得姑就长这德行？主公啊，常言道，养儿不随父，必定有缘故啊。这赵云怎么那么贫呀？什么都问，是不是？怪你，怪我什么呀？你出戏了。我怎么出戏了？你让各位瞧瞧，干嘛呀？你接过这孩子这感觉，就好像不是你亲生的。废话，这玩意儿他能是我亲生的啊？这什么呀？这是？他是你孩子，你怎么揪你孩子鸡腿呢？您这话说的就不对。揪我孩子鸡腿，你不能揪孩子腿呀。那我干嘛？他脖子这么长，能像我？我都没脖子。现在是假的，但是你得作比成样，就好像，哎呦，他就是我的孩子。你接过孩子得有真实感，我还得有我怎么有真实感？这个你可以跟周围人互动一下，你旁边有军师啊、关将军、张将军呢。我周围没人，你看，现在没人，到时候拍电影的时候就有演员了。到时候有人是吧？你得互动啊，互动行，对，明白我能。这就是你孩子啊，这我孩子，再来，这是我孩子，这是我孩子，这是我孩子。我就不往回跑了，太累了。主公啊，子龙，主公啊，子龙，主公啊，少主已然救回。我来看看。哎呀，这是我的孩子，鸿福齐天，看看，平安无事。哎呀，这是我孩子，这是我孩子，叫爸爸。哎，真乖。哎呀，看看，孩子饿了吗？来吃饭。来，主公，啊，孩子快让你刀死了。有拿自个儿孩子在那打，你看给他疼的。不是，他就这么吃啊！你不让我有互动，我互动了，我互动多好啊！你互动你也得说台词啊。我还有台词？你忘了接过孩子，你要怀着无奈的心情啊！你这逆计逆子，为你险些伤我一员大将，要你何用？哦，我该摔孩子了。对呀。哦，那现在你重新再来一遍，还来。主公，子龙，主公，子龙，你把阿斗收起来好不好？少主已然救回。哎呀，我来看看。
哎呀，主公洪福齐天，看看少主，看看平安无事啊！哎呀，你这逆子，为你险些伤我一员大将，我要你何用？哎呦，主公，夫人晕倒了，夫人。哎呦呦，主公，军师也晕了！哎呦，军师你怎么了？军师，关将军也晕了，二弟呀！哎呦，老张也晕了，三弟呀！哎，那厨子头好像也晕了。厨子，那蜀国人都低血糖，怎那么爱晕倒啊？这是你扔孩子给他们吓的，那也别全晕倒了。这时候看你演技呀！我还有什么演技呀？把孩子往边上一扔，你这时候一把搂过子龙。热泪盈眶，百感交集，欲言又止，要把悲伤、愤怒、无奈的情绪撮合到一块儿，有层次的给我们演出来呀！您早说呀！你这都能演呀？没问题呀！主公啊，子龙，主公，子龙，主公，子龙，少主已然救回。哎呀，给我看看，主公洪福，这是我孩子，少主平安无事啊！哎呀！你这逆子，为你险些伤我一员大将，我要你何用？哎，接着了，主公啊，子龙啊，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？没有了子龙，蜀国就完了，蜀国都完了，我还怎么接着奏乐，接着舞啊？我还怎么？演的怎么样？演的太棒了！那咱拍去。我没钱，还是骗我呀？今天表现挺好，挺完美的。然后你们对观众的效果满意吗？观众非常热情，对，你听非常热情。万瑶堂他们这一场今天呢，感觉也不错，效果也非常好。樊潇堂这个节目呢，就是一个新编腿子活。我们传统相声里有很多类似的节目，但是他这个呢手段不一样，本子也很好。相声艺术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，它有很多经典的传统曲目，但是这些所谓的传统相声，在它诞生之初，每一段都是新作品。在继承传统之余，或者说同时，一定要进行创新。两个演员，尤其这个张萧帅演的也非常投入，很不错，比之前那些个排练呐，在舞台上压场啊都好。有的地方可能有一些个出戏的东西啊，希望他们日后吧能够慢慢的再提高吧，给他投一票呢，对他进行一个鼓励啊，演的挺好。请张浩森、姬生虎抽取包袱。你来选吧，咱来一个这个吧。好，就他了。在本场相声展演中，共有92名观众，他们获得了56位观众的喜爱，喜爱度为60%。很遗憾，张浩森、姬生虎的作品不能完整播出，请继续打磨你们的作品，早日让更多人看到你们的精彩表现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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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你观察我爸爸干什么呀？哎呦喂，这老头太可笑了！哎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开个小玩笑。5年了，我们终究还是分手了。我再也不爱你啦！下决心了，唰！张浩森、姬生虎这零代沟能看出还是虎子比较稚嫩，像小孩一样。他想去表演，但是这个表演让大伙儿能看出痕迹来。张浩森也暴露出很多问题，就是他在这种叙述一个故事的时候，就显出嘴里边的功夫比较差，不抓人，叼不住观众。由于你们的作品未能播出，接下来要完成一个猜词游戏，锻炼并展示你们在创作时的联想与逻辑能力。猜词游戏，参与者将相声名词和大家常见的词语卡片戴在头上，通过询问的方式来猜测卡片上的名词。如果回答错误，要接受20个俯卧撑的惩罚。请开动你们的脑筋，开始猜词吧。哇，他猜错了，我也得做吗？是的。你说你们这平时也不锻炼的，来这好不容易借机锻炼锻炼。
我先猜嘛。我这是一种行为吗？是，也不是，是不是跟相声有关？有直接性的关系。有直接性的关系。对，是相声的基本功吗？算是对。他要说算是，如果是贯口，他一定就是说直接说是，但是他说算是，跟方言有关系吗？对了，聪明，倒口。好，不愧是你，可以。来吧，我们这搭档，几个字？等会儿，不能说，他给我套出来了。是电影名字吗？哎呀，算，3个字跟影视有关系。对，跟影视有关系。当年很有热度，神剧。它是古装剧吗？是《甄嬛传》。好，哎呀，太棒了，太棒！你就是神呀，你是我的神呐！问一下，他是人吗？是，不是人，在咱们中间吗？在，不在了。这个人的脸上有痘吗？有。但是你猜谁得罪谁？是大郎哥吗？针对我。你怎么这么高兴？没事，你试试。那是你吗？不是，是也不是。甜，你这甜甜，耶！回答错误，是樊甜甜。这名我记一辈子。对。它是一个行为吗？是。它是一个反面的行为吗？太对了，越来越近了哟。跟抖包袱大会有关。提示已经很严重了，差不多了。你们不做俯卧撑。哦，他是栗子。我猜着了。栗子，恭喜！抖包袱你就是王，你以后就叫抖包王，好不好？栗子，淡定，不是，我是叫那个，我叫栗子啊。不是哥，你想啊，咱们是不是得用点咱们平常人的语言呢？嘴瓢。不，这对了吗？对了，我都不敢信。哎呀，我速战速决啊！是否是上台之前会做的事儿？有可能这我都不想骗你，这真有可能。不是他们这表情什么意思呀？那个我先做吧，笨鸟先飞。他说来了挡不住这东西。他是用一坨来当形容词的。哎呀啊！宝贝儿，猜到哪儿去了？不是你形容的这个不就是那？这不就是很纯洁的？对。会哭，想吧？哎，有的时候会笑，我还是很迷茫啊。有的时候也会迷茫。浩然会哭会笑会迷茫，这都是对的。会哭会笑会迷茫。对。纯洁，他听不见我说话吗？我知道纯洁什么呀？纯洁。哎呀，纯洁。我随便说一个吧，然后咱做俯卧撑。耻笑。快做俯卧撑去！谢谢。哎呀，有人陪我了。分手纯洁之后啊，纯洁的爱情之后，为什么不是白头到老呢？20个俯卧撑。好，哎，谢谢大。这样吧，我也别做20了，我骑着赵鹏给你们做一个。别，我挺好。1
你狠点啥？拱钉呢？这捏掉了。请郎浩辰、张九龄抽取包袱。太棒了！在本场相声展演中，共有92名观众，这2位演员，我们俩获得了75位观众的喜爱。太棒！谢谢。喜爱度为81%。哇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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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作品可以完整播出，恭喜郎浩辰、张九龄，那就让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的表现吧。好，太棒了！我叫张九龄，今年28岁。我姓郎，叫郎浩辰，今年25岁。九龄就是比较全面，多学逗唱的功课，然后快板什么也能打。他就是舞台比较成熟，落落大方，掷地有声，这么个感觉。11年到现在学相声也学了12年了。我是从小看班里的同学会打快板儿，从小我对这个感兴趣之后呢，我就学。我父亲看我可能热爱曲艺，喜欢这个形式，就说要不去试试相声，你喜不喜欢？我也想去尝试尝试，就来到北京学习相声。因为本身就是天津人嘛，天津就是曲艺之乡，打小我就耳濡目染，一直就是当成一个爱好，然后15年开始到现在。电影《灯谜》这个作品就是传统相声打灯谜，选这一段初心就算是先继承了传统，我们拿这个形式，我们再往后发展创新。因为观众朋友可能80%都听过打灯谜，听我们这段可能就会觉得亲切，同时呢内容又新颖，容易让观众接受。冲！对。谢谢朋友们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大家热情洋溢的掌声。是，当然了，掌声要是再热情一些呢，那就更好了。谢谢。太热情了，谢谢。呵，这学的什么呀？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和抬爱，人家大伙儿都喜欢听相声。不听相声人不来。但是九林，有的观众人家听完相声就不喜欢再听了，这是为什么呀？相声演员练好基本功，要不然观众人听着人瞧着花钱买票人家别扭。当然了，练好基本功的同时，每一个相声演员都有自己的爱好您的爱好是什么呀？我平时最喜欢的就是看电影。哎呦，那您可以说是影迷呀？何止是影迷哇！我跟你这么说，九林我看过的电影比你听过的相声都多。那没多少啊。不是我看过的电影比你学过的相声都多。对，那也没多少啊，你这还不如那个呢。是啊，这么说吧，你要说什么？我看过的电影比你登台次数都多。嚯！哎呦，您看过4部电影呢？干什么你？干什么你？我推死你！台上打人是不是？你这胡说八道！怎么了？你就登过4次台。嗨，反正我登台次数少点儿。人家作品都不安排你演，不，是不是？平时我有别的事儿，你也有自己的爱好那么平时喜欢研究什么？我就是看电影啊。您瞧，各位，这不是诚心抬杠吗？可不是，诚心枪火。我跟你说，我看过的电影怎么样？比你会的相声段子都多。你看过4万部电影？对。你会说4万段相声啊？我自己编呢。呵，自己我还会编呢。没听说，咱就说电影，反正我喜欢。研究的不如我深刻电影已经融入到我生活当中了。您要这么说，我生活中处处都是电影。行了，今天咱哥俩不矫情，怎么着？现场比试比试，
哦，在这儿来一来，咱们做个小游戏。好啊，叫电影灯谜。我得先问问你啊，什么？咱问清楚了。嗯，什么叫灯谜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是，我先问。我以为问出什么来呢？啊，什么叫灯谜？人在座朋友们都知道，相声打灯谜。嗨，家喻户晓了已经。猜谜语，你可能误会，我也问错了。哦，你再问。我问什么叫电影灯谜？电影灯谜啊，咱们两个人还是以打灯谜的形式。那电影呢？咱们的谜底是必须是一部电影的名字。哦，这就叫电影灯谜啊！你敢应战吗？这我太拿手了。哟，还真会。哎，这样吧，我先给你出一个，你当时就能出，让你猜一猜。可以啊，你出，我来猜。好，你请猜。你让大伙儿看，这不神经病吗？我怎么了？我猜灯谜到底会不会？哎，先出谜面，我来猜谜底。你什么呀？就猜什么？谜面已经给您说完了，我没听见。我往这一站，给大伙儿说相声，这就是谜面，是一部电影啊。哦，我还真猜着了。哪部啊？一条狗的使命。对，去，我咬死你啊！多么样的贴切？没听说过。不是这部，肯定不是。那是什么电影？我这个，喜剧之王。哈哈，谢谢，谢谢，哈哈，谢谢。你别不要脸了，大伙儿捧我。你先等会儿。你是喜剧之王，喜剧之王。就您这喜剧之王，是不是有点太囧了？哎呦呵，又一部电影，这谁不会？你瞧，我出一个，我站在这儿给大伙儿讲相声，我也是一部电影，无名之辈。是的，怎么老动手啊你？谁是无名之辈？那您这叫神秘巨星。哎，你看这鼓励，这是鼓励呀，这就是认同啊！你别不要脸了，还鼓励呢。人家说，咦，就你这么一个。哎，看我了吗？你再来一个。一部电影，吃了脏东西了。对，哪有这片儿啊？你让大伙儿看看这是什么电影？我这个啊，微微一笑很倾城。谢谢谢谢，爱你们，么。哎呦，你可真逗，多好啊！这是微微一笑很倾城。大伙儿您上演。这整个一怪物史莱克。哎，我是这模样吗？我再来一个，您来。我面无表情的站在这儿，我又是一部电影。这是什么？一代宗师。就您还一代宗师呢？对了，我看您像一代宗师。哎嚯，干嘛你咬你咬你我？哎，要咱俩往这一站，咱们两个人一部电影。咱们两个这是什么电影？猫和老鼠。你要这么说，咱俩这体型站在这儿，一部电影。什么电影啊？受益人。怎么受益人呢？你那边胖啊，这边就受我一个人呢。受益人，这么个受益人呢？好不好？我这个行行，我跟你说，你出一个。咱俩合作之前，我的生活就是一部电影。什么电影？阳光灿烂的日子。我跟你合作之前，我也是一部电影啊。你这是美丽人生啊。呵，咱俩搭档以后，我又换了部电影。哪部？悲惨世界。我跟你合作完，我也换了一部电影。你这是尼罗河惨案呐。要说你们家里就是一部电影。我们家是什么电影啊？疯狂动物城。你们家也是一部电影。什么电影？侏罗纪公园。嘿。你去游泳，一部电影。什么电影？驴得水。我们家养个小王八，一部电影。这是少年的你。对，走，去。这谁不会呀？你先人身攻击。咱不说电影吗？那你说好的。行，对吗？咱说点好的。对对对。哎，听说你最近搞对象了？别美了。有没有这回事？哎呀，你也谈恋爱了吗？他那女朋友就是一部电影。我女朋友是什么电影？《乱世佳人》。好，这我喜欢，好不好？那你的女朋友也是一部电影。什么电影？霹雳娇娃呀！哎呦，我这好不好？太好了！哎，他们俩人产生隔阂了，一部电影。哟，我们这是什么电影？危险关系。是挺危险。哎，那你跟女朋友吵架了，一部电影。什么电影？一出好戏。哎，
怎么还憋着看热闹呢？哎，我这人就爱看热闹。那要这么说，你跟你女朋友站在一起，一部电影，什么电影？美女与野兽。你跟你女朋友站一块儿，也是一部电影。什么电影？野兽与野兽。对，有这电影吗？导演正拍呢，你甭对付，你别管。你回家之后发现女朋友不见了，一部电影。什么电？消失的爱人。呵，你女朋友满世界溜达找不着家了，一部电影。这是流浪地球啊！我找了3个小时还是没找着家。流浪地球2啊！你把他找着之后啊，他指着你就骂你，骂我。当时骂你是祖宗19代呀，呵，够狠的。你是狗血淋头啊！你在他面前就是一部电影，这是女王的柯基，我还是那狗。当时恨不得挖个地道赶紧溜走，一部电影。这叫绝地逃亡啊！哎呦，他把你拽回家之后，又是一部电影，这是搏击俱乐部。哦，到家还打我，当时打得你满身是血呀！你出门跳河里就洗了个澡，一部电影。什么电影？满江红啊！哎呦，行了，哎，哼，要这么说呀，怎么了？他这女朋友大伙还都认识。我女朋友是谁呀？理查的姑妈。哎呦，那你女朋友大伙更熟悉了。哪位呀？钢铁哥斯拉。别说了。还差一点，我们这一般化，还有很多的尺寸的镜头没有表演出来。我徒弟不是说因为我是他师傅，所以我投他啊。他的表演呢，虽然说中规中矩，但是基本达到了我的满意，演得挺好，我没有理由故意不投他，演得不错。在相声里，这是一个子母哏的作品，它是要求2个人的配合和语感非常好的，但是2个人通过这个作品体现了他们深厚的一个相声的功力，作品的完成度也非常的好啊，这我是给卡了戳的。恭喜今天成功解锁舞台的相声演员，请将印有你们作品名字的水牌挂在抖包袱集锦节目单上。谢谢。哎，谢谢各位。嘿，恭喜！好，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抬爱，我们哥俩再接再厉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，你等会儿别舞了，想让包袱响，背后讲究可不少。都有什么讲究呢？哦，这就开始了。逗哏负责抖包袱，把笑料叠进包袱再说出来，引发第1笑。哦，难道说他长得跟你不像吗？捧哏负责翻包袱，再加一手，引发第2笑。难道你觉得姑就长这德行？搭档间配合默契，才能够有抖不尽、翻不完的包袱。说明咱俩都挺棒。嘿嘿，下期我就换搭档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